根据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蔚来汽车总营收为120亿元，同比增长了 21.5%， 环比下滑了 38.9%， 净亏损达到了63亿元，累计亏损超过了950亿元，季度交付量是在 4.2 万辆，环比还在大幅度下滑。表现在财报之外的，可能情况还要更加糟糕。来到最新的6月份呢，在终端销售的表现上，蔚来都快跌出 TOP 20榜单了，别说年底盈利的目标难以实现，感觉生存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实在令人担忧啊。有朋友会问你怎么突然聊起蔚来了？这个话题很具争议啊。怎么说呢？其实主要是我个人的感慨我家附近正好有一家蔚来中心，对面就是华为的旗舰店。这家蔚来展厅开了很多年了，起码是有6-7年的时间了。我经常会去看看，只要蔚来发布新车我都会去走走瞧瞧。一方面呢，我真的很喜欢蔚来的外观设计，从最早的 ES8 到较新的 ET5， 蔚来的审美总体是非常在线的。个人感觉蔚来的产品设计在国产新能源汽车中绝对是第一梯队，包括它的用料一贯也相当的扎实。同时呢，包括我的表弟、我的朋友们也都是蔚来的车主，感觉特别的可惜十分唏嘘。是的，我们抛开品牌不谈，蔚来如今面临的困局应该说更多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一个科学工程问题，而非局部某一个产品的困境。通过蔚来呢，我今天想聊的不只是蔚来这个品牌，而是想举一反三，聊聊一些科技工程的发展规律，希望引以为戒。其实我在2022年1月份就做过一期关于换电模式和超充模式深入的分析，里面明确指出了蔚来换电的模式存在的一些弊端，在当时在各大品牌遭到了强烈的抨击和回击现在回头看来，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一一应验了。那么蔚来的经营为什么会越来越困难呢？蔚来的财务背后呢，真正的困境和挑战又是什么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吧。首先，在10年前，蔚来汽车呢绝对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顶流我记得16年，蔚来超跑 EP9 在伦敦发布，以全球最快的电动车刷新了纽北等多条赛道的最快成绩，那是轰动全国包括马化腾、刘强东、雷军、理想等一众大佬都成为了 EP9 超跑的首批车主。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17年，我当时正好在上海出差，顺道去参观了上海车展。当时蔚来的展台那是被围得水泄不通蔚来的品牌力、关注度、号召力在国内新势力中都是独一档的存在。特斯拉最强的对手，国内新势力的天花板，中国高端豪华汽车顶流，这些名头对于当时的蔚来描述都是毫不夸张的，包括来自于腾讯、百度、高瓴、红杉等资本的领头，全站自研、最强服务等口号都是深入民心的。毫无疑问，自蔚来这个品牌诞生以来从资源的背景、车友的期望、战斗的意志和技术野心，几乎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中满配的开局，没有之一那么蔚来为什么会走到如今的境地呢？我看了一下网上关于蔚来的讨论是五花八门的，有说是因为蔚来品牌定位有问题的，有讨论多品牌战略问题的，也有网友指出应该多学学小鹏，来请王凤英来抓抓供应链管理的，等等等等，甚至也有把矛头指向李斌本人的。我个人认为恰恰相反，李斌的能力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他这些年的付出和勤奋也是值得肯定的。那么未来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很明显这一定是未来的核心战略出了问题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换电的战略成为了未来目前最沉重的一个负担。未来换电的本质其实和当年日本汽车发展氢能源的底层逻辑是非常类似的，问题也是如出一辙的。接下来我们将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和大家铺开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是横向，这里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一点，不管是换电、充电、传统燃油还是氢燃料电池，人类对于能源的需求永远是追求规模效应、经济效应以及社会整体最大利益的。任何形式的补能，这里都体现了非常明确的基础设施
公共化的特征。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 The Master Switch， 是我上大学时数字电子教授推荐的，它是由哥伦比亚教授汀务所著，里面举了非常多的例子，比如说 AT&T 贝尔实验室是如何垄断电信行业近半个世纪，到后来拆分后释放出新的创新活力。里面提到了微软 Windows 平台从1990年代制霸全球到后来分解的过程，以及早期互联网 TCP/IP 协议的建立与共识，包括 3GPP 机构的成立与通讯技术的大爆发。里面提到了很多关于公共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的鲜活案例。汀务教授的核心观点就是新兴技术的迭代与发展，由于其公共平台的属性，最终巨头垄断的封闭生态一定会走向中立平台化，直至下一轮技术革命被打破。我之前就出过视频和大家聊过氢能源汽车。其实日本从1974年就开始启动了阳光氢能计划，到2014年丰田推出了全球首款量产的氢燃料电池 Mirai。 丰田不仅掌握了氢燃料电池所有的核心技术，也深入参与到了加氢站的投资与建设。丰田氢能和未来换电类似，走的同样是技术、基建加整车全链路把控的模式。是的，我们对于丰田的技术实力是不用太质疑的。前前后后，丰田加上日本政府的补贴，整个氢能项目的投资规模大概是在100亿美元级别，可以说是压上了整个日本国运了。那么为什么丰田做不成呢？很明显，中美不跟嘛。如此大规模的专用基础设施投资，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技术先进性、适配性，而是技术的开放性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应。如果中美主要两个市场不玩，那么氢燃料电池汽车是永远不可能有未来的。日本发展氢能汽车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于技术，核心的困境始终在于技术孤立。未来换电的模式是一样的问题Neo Power 掌握大量的专利技术，这就等于让每一个电动车品牌建立自己一套独一无二的补能系统吗？丰田大概是在2023年开放了大概8000多项新能源汽车的核心专利，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未来虽然现在在与长安、吉利等7家车企，包括宁德时代在换电领域开始合作，但是合作前提是必须采用未来的电池规格这其实也相当于要求竞争对手放弃技术主导权接受未来制定的标准。实质上呢，依然很难从单一主体主导的闭环生态走向平台化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之路。如果每一个电动车品牌都要做自己的换电平台、换电标准，这又会造成整个社会极大的资源浪费，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根本问题。当然，这里有人会反驳，在燃油车时代不一样的要加油吗？未来可以做成换电时代、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加油站吗？这潜力巨大Neo Power 可能成为未来的中石油恰恰相反全球燃油车反而是全球产业链合作最好的范例和标准。传统燃油车体系的全球化、标准化其实是经历了上百年的合作与博弈，整个上下游背后是成千上万家企业的通力合作，才有了如今的成果。从开采到运输，从D4 814油品规格到2006年重新制定的 iOS 4928标准，从加油站标准、抗爆指数、丙含量，甚至到加油站口径尺寸、弯曲度、加油站油枪的高度，你去全球旅行就会发现全球的加油站都有着一致的标准。中国的中石油、中石化，美国的壳牌、美孚，英国的 BP， 沙特的阿美，这背后是一套标准的全球基础设施的范例规范，它从来没有绑定在任何一个单一的品牌之上运营，更不可能绑定在某一家车企的标准之上。是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总结来说，任何补能系统，特别是面向公众的补能系统，其实都呈现出基础公共设施的特征。任何一家企业，它既想做裁判，又想做选手，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不管是丰田、特斯拉、比亚迪，还是我们的蔚来。我们刚刚从横向的角度，也就是产业的视角，来阐述了换电存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从纵向的角度，也就是技术发展的视角，来和大家简单聊聊换电。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换电，
而不是充电补能呢？其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其实很明显啊，我们是想通过标准化的电池包的快速更换，达到燃油车时代人们习惯的快速补能方式。其核心需求是想解决续航里程焦虑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啊，从工程技术的角度，为了完成换电这一件事情，其实牺牲掉了，或者说多做了8件事情。我看视频的时间也不短了，我这里和大家大概列举一下。第一，换电牺牲掉了车身的本身的刚性。我们知道现在的电动车非常讲究 C2B， 也就是 Cell to Body 一体化的设计，通过一体化集成通常能够让电车减重大概 10%到 30%， 刚度提升大概 25% 到 35%， 空间利用率也能够大幅度提升。而换电模式呢，电池包天然为独立模块，需要通过卡扣连接，这不仅会影响车身刚度，更多的部件还会增加重量。第二，成本的增加。成本的增加是2个方面，一方面呢，由于换电需要额外加固框架，车身制造本身的成本自然会增加。另外呢，换电站建设对于我们普通用户而言也是巨大的潜在沉没成本。第三，更多冗余的设计。从工程角度越是复杂的机械结构，天然就会有更多的故障的发生可能性。换电模块需要有精密的定位销、高强度的限位器、独立的电池包外壳、换电高压拔插接口等等等等，相较于普通电车会额外增加很多的冗余设计和更多的成本。第四，换电也会造成技术迭代的枷锁。我们知道现在锂电池技术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对于换电模式而言，电池就是资本从400伏到800伏，从普通锂电到半固态电池，以及后续的全固态电池、锂空气电池，电池技术目前是在不断的高速发展中。电池包规格是很难找到标准化和一致性的一个平衡点的。比如说未来的800伏高压平台就与旧站冲突，乐道 L60 因为电池包整个厚度厚了几厘米，就与主品牌的换电站物理不兼容。而未来的 ET9 也需要新建第4代站来支持800伏的平台，包括萤火虫又需要独立的换电站体系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还在反复的上演中。我们无法想象之后固态电池大规模推出之后，是不是第4代站又要全部重新新建升级呢？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可以想到，比如说车内空间侵占的问题，高峰换电站排队的问题，增重造成实际续航较低的问题， BESS 电池租赁的费用过高的问题，包括换电站电池健康度不透明的问题，制约能量密度提升的问题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是的，换电解决的是续航焦虑问题没错，但是焦虑永远会被新的焦虑所打破。从科技发展史观这个角度面对行业的痛点、用户的痛点，我们一定不要试图曲线救国，一定要用技术、用突破去打破焦虑，用科技突破去征服焦虑，这才是正道。在科技发展历程上，已经有无数鲜活案例了。早期的数码相机 CMOS 落后，储存价格昂贵，人们有继续使用可更换胶片的柯达相机吗？面对移动互联网、流媒体时代到来，人们有继续使用画质更高、可更换光碟的 DVD 播放器吗？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面对手机续航过短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努力开发新一代的硅碳负极电池技术呢？一样道理，科技引领革命，其核心不是妥协，不是为了解决焦虑创造新的焦虑，不是执着于某一个模式，而唯有创新。比如说用超级快充解决补能的速度问题，用高性价比的固态电池解决电池的续航和安全问题，用储能技术解决峰谷的电差问题等等。当然换电在固定线路，比如说重卡、无人机、无人车，包括平台型企业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包括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情况还在变化中。那么今天视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听到这里的朋友应该能够体会到，我不是想去评论未来的，只是想从技术角度和大家探讨各种方向的利弊。当然未来也有很多值得尊重的地方，我只是想以未来作为引子来告诉大家技术方向选择的重要性。在技术战略上的问题一定要慎重，
要多思考，多复盘呐。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有什么问题和观点呢？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那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